就在几个月前，我的二舅一个人死在了新加坡的租屋里。1个多礼拜，直到邻居闻到了尸臭，报了警，才被人发现。安静的，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。他叫王光文，今年66岁，一生未婚，没有孩子。1979年，他高中毕业后，知道家里需要钱，于是他决定孤身一人离乡背井，就像签了卖身契一样，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新加坡的机械工厂。这一做就是40多年。每个月他都会寄钱回家，孝敬父母，帮助兄弟姐妹，跟千千万万个在新加坡打拼的马来西亚人一样，默默的工作，默默的老去，就像一颗颗的螺丝钉，用自己的生命筑起了这座城市。这或许是马来西亚的悲哀，但也是新加坡的骄傲。在40多年的光景，他见证了新加坡的崛起，也参与了新加坡的辉煌。记得小时候，每次只要他一回来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属于男人之间的暗号，叫做额头撞额头，公公，像一句二舅回来了。虽然1年见不到几次，但每一次的撞头，我总是那么的期待。现在我要飙高音。前阵子我来到新加坡举办了巡回演唱会，二舅也来了，安静的坐在观众席。我请他站起来，让镜头对准他。他在哪里啊？二舅有拍到吗？二舅你好，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事情哦，他从1979年毕业过就来到新加坡，一直到现在45年了。然后我每次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还有特别的节日才会看到他。请二舅站起来好不好？给他们看一下。他现在退休了，他还是选择继续留在新加坡居住。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新加坡，请新加坡的朋友给他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那一刻，全场观众终于看见他了，我以他为荣。他就是那一位在我小时候会跟我撞头的男人。8月9号是新加坡国庆日，我想替二舅以及每一位在新加坡奋斗的马来西亚人说一句：新加坡今天的伟大，不只属于伟人，也属于每一位把青春留在这里的无名英雄。二舅，你的名字王光文，我们不会忘记你，希望新加坡也会记得你的贡献。祝福新加坡61岁国庆快乐。